说起槟城岛最热门的区域，要数从旧关仔角到信州桥这片东边靠海的闹市区。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里还隐藏着最地道的槟城本土美食和隐藏版的华人海边绝美神庙。OK， 那么今天我就带大家去这美妙的角落一探究竟。差不多去年这个时候，我在乔治城老街吃了一家拉克萨的餐厅，里边的拉克萨的味道非常惊艳，而且超有特色。当时老板跟我说，因为经营成本的关系，他今年会将店迁到旧关仔角美食中心。那么今天呢，我就驾上摩托，穿过乔治城老街，特地去拜访一下他的新店。这个旧关仔角这边的美食档现在好像生意好起来了，以前这边的华人档好像不大有人吃，今天基本上满座了。然后以前我经常吃的在 Georgetown 那个 Laksa House 呢，现在搬到这边了，然后生意非常好。老板说要等1个小时以上就算了，我今天吃一下边上那个印度菜，试试看了。今天晚上在旧关仔角吃印度菜，这个饼呢，他们叫做 dosa。然后这个是玛莎拉炒虾仁呢，来个西瓜吃哦，然后看夕阳落下。哇，这个多萨跟那个玛莎拉炒虾非常好吃，感觉并不是像一般的这种印度菜这么重口味、这么辣，或者说很咸那种。它这里有咖喱汁，有洋葱末，还有糖啊，有甜有香，还有鲜的味道。这个玛莎拉炒虾也非常的好吃，辣度也刚好适中啊！哇，感觉这边现在好吃的店家多起来了。本来这个清东英就已经是很有名的，然后这里也开了好多。Laksa House 现在搬到这里来，变成叫做 Lau Mai Pasture。然后刚才吃的就是这一家印度菜了，它号称是无国界创意料理。The next day， 是 Laksa House， 现在叫做 Lau Mai Pasture。这个地方昨天吃饭高峰的时候来啊，要等1个多小时才有吃。今天特地来了早一点，4点半左右到这边。今天这个旧关仔角的美食档，因为时间还早啊，所以基本没什么人呢。今天终于吃到了这一份娘惹椰浆 Laksa， 这也是这个 Laksa House 自己独创的一个口味啊。所以说吃什么都要来早啊，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早起的时刻不用排队啊。槟城的隐秘的角落啊，就是在信州桥旁边的。大家看啊，这儿就是信州桥的入口啊。OK， 那我们过了信州桥继续往前。今天要去探访的槟城隐秘角落是位于信州桥边上的玄武殿。这个庙宇一般是本地人前来拜拜比较多一些，那么外地人和外国游客呢，很少去这里，甚至都不一定知道这个地方。但其实玄武殿除了是一个非常精致虔诚的宗教场所之外，更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海景观赏地。当你在马路左手边看见这个玄武殿的招牌时，就左拐。修车厂嘞，我们再往右手走然后再往里边咯，就会看到经过有一个新造的白房子。经过这一片右手边这个白房子以后呢，我们再继续往前。OK， 到了这个路口了呢，就看到有玄武殿标志了啊，看到了不 ？King Hotel。OK， 我们转弯了，然后穿过一个小小的华人渔村，然后华人社区。到这里以后还要继续往前，有摩托吗？不怕了，继续可以往前走啊。看到了玄武殿的标牌。再往前走，不要怀疑你没有走错。OK， 到了，看到这一片竹子跟这个牌坊呢，我们到了，把车停在这里哦。
爬好以后嘞，就这里进去咯，玄武殿咯。哇！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延伸到海里边的一个观景平台啊，左边叫做慈悲亭，右手那个呢叫做念经亭，然后中间呢还有一个龙门，这个龙门呢一般是这边作为祭祀啊，有重大的宗教活动时候会进行一些祭祀活动的一个场所。OK， 我们转过身一看呢，后面就是这个非常漂亮的结构非常精巧的玄武殿，然后边上呢就是这儿叫杨杏桥，其实叫对，就是和周信桥是一样的，都是槟城靠海边这一边的水上村落。在这边除了最著名的信州桥之外呢，有信陵桥、信陈桥、信杨桥。那我们现在这个玄武殿边上的嘞，就是信阳桥，就是这边的这个海边的村落。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也可以在旁边的信阳桥的这些水上的小栈道上散个步啊，走一走，都是挺好玩的。这个地方除了你可以过来拜拜观世音菩萨之外呢，最重要的一点，或者对于游客来说呢，就是这个无敌的海景观景台哦。那么今天的这个槟城的天气或者空气的能见度呢，并不是最好的那种状态，所以说呢，这个海对面呢，看上去还是有点雾蒙蒙的。那遇到这种天气特别好、空气特别通透的情况呢，在这里看海，那个海景呢，真是无敌的。关键这个地方就在信州桥的旁边，你看这对面那个红色的房子那边就是信州桥了。其实过来还是比较方便的，大家在信州桥参观完以后呢，可以顺便来这个玄武殿看一下，这里可以拍出非常漂亮的风景的照片呢。槟城的玄武殿也称之为南海观音庙，坐落在槟城红灯角附近的海面上。最早呢是1972年造的一个水上木结构庙宇，因为常年受海水侵蚀，在2011年5月，当地的理事会们启动了这个庙的重新修建的工程，这才有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气派又精致的新庙。在南洋，尤其是马来西亚槟城，我们所看到的玄武殿供奉的其实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所以槟城的玄武殿除了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华人宗教庙宇之外，更是一个绝佳的海景观赏点。站在庙前面的广场上，您可以观赏整个槟城海峡和海对面北海的壮阔景色。既然我们刚才去看了玄武殿啊，那么边上的那个著名的斗母宫我们也要来看一下。这个斗母宫呢，上次在我关于槟城九王爷这个大典圣诞的那一篇这个节目里面出现过。不过在平常没有宗教活动的时候呢，这个九王大帝头条路斗母宫呢，还是相对比较冷清的。那么大家反正在九王爷圣诞期间呢，就一定要到这里来一下。OK， 今天份的槟城隐秘角落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请继续关注我的节目，为大家带来更多槟城、马来西亚、东南亚，甚至是全世界小众且美丽的地方。